你怎么来了？这是我的工作室啊。对哈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这不是看你这儿乱七八糟的，就想着顺便给你收拾一下。顺便？这顺着，我就重新给你弄了一下。我的工作区呢？工作区这儿呢，你看。这是工作台吧？这你就不懂了。这个工作呢，需要劳逸结合，工作很重要，生活也很重要。这怎么放沙发呀？应该放书架。沙发和工作台的距离我算过了，就2米。你要累的话，往后一躺就能休息啦。那我的床呢？泡坏了，我就给扔了。那么小，那哪叫床啊？睡着能舒服吗？有人吗？你的双人床到了。我就是想让你睡得舒服一点。好了，都收拾好了。你干嘛转钱给我啊？装修也要花钱的呀。但这2万太多了，用不了这么多。加上人工费。人工？那加上人工费可不止这些哦。那我还是自己弄吧。哎呀，我开玩笑的，我真不能收你的钱。不要钱。你想要什么？我想，我啥也不想啊。啊，对了，我帮你把锁也换了，给，钥匙。好了，全都搞定了。有点饿了。你想吃什么呀？你想吃什么，我就吃什么。好嘞。你怎么不吃啊？太麻烦了。麻烦，哈哈，吃东西还嫌麻烦？您怎么来了？这视频做好了，我给你送过来了。啊，这么快，谢谢您。哎呀，我也是顺路。哎呀，好久没到这个星月山来了，顺便来看看。啊，来，赶紧吃。好哎，我呀就爱吃这口。来来来，可香了。
味道很好。哎，这房子谁设计的？他搭的，我搞的内部装修。从我看到你的画儿，我就知道你的审美那是 No.1。有时间也帮我设计设计啊！可以，没问题。以前呢，我也弄了个小屋给我老伴儿，可是没住多久他就走了。他去哪儿了？哪儿呢？天堂。哦，老高，对不起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带我去参观参观啊！可以，走呗。走走走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这个装修啊是简约风格。晚上我弄2瓶好酒，咱们好好聊聊。我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老高，我送你。不用。哎，我说这老高人真好。你这画的是什么呀？哦，你是想找他帮忙吗？那你放心，包在我身上，我的关系特别好。等晚上的时候呢，我跟他说，让他帮你把这件事情搞定。那，你以后就住这儿吧。住这儿？这不你的工作间吗？这个房子也有你的一半，以后你可以来这里画画。正好可以了解了解他。一半儿，你不把钱都给我了吗？那，你可以把钱退给我。行，那我就不退了。但是住这儿可以，我需要一半的空间，一半工作，一半休息。好啊，你不都订了双人床吗？好了，那这件事情呢就这么定了。既然这么求我了，那我就好好考虑考虑。但是呢，我妈妈不让我夜不归宿。不过没关系，我晚上回去跟她好好说道说道。哎呀，都是好邻居嘛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哦，喂，爸爸。哦，我在新月山呢。行，我一会儿就回去啊。好嘞。行了，我觉得差不多了，那我就先走了。你记得把外面那个小龙虾给收一下，没吃完的冻一下，我回来继续吃。我怎么又答应他了？怎么办？该怎么跟爸妈说呀？
我要么就是说朋友失恋了，不行啊，说我住木木家了。算了，干脆直说吧。爸妈，你过来。哦。爸妈，你们坐这么板着干嘛？也不开电视的，怪吓人的。坐下，有事跟你说。哦。什么事儿啊？闺女啊，这回是爸的错，爸一不小心又抢了2张吊舱票。啊？这回呢是新马泰3国游，时间比较紧，今天晚上就得走。你看行李都准备好了。爸，你怎么说变就变呢？昨天还说让我好好陪你们，怎么又去啊？老婆，要不然带闺女一起去算了。不，我绝对不给你俩当电灯泡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的，我会照顾好自己的。反正从小到大我已经习惯了。你们开心最重要，你们开心呢，我就开心，千万别让我情绪，也不用管我，路上一路平安，注意安全。老婆，你说咱们是不是做的有点太过分了？这每次出去旅游都不带咱闺女，是挺过分的哦。要不这样，咱们下不为例。好，下不为例。这次还是一定要去的。哟，赶紧的，要不然赶不上飞机了。快！哎呀，真的不用管我，千万别管，千万别管。天意呀！我来了，你来了。这老高怎么还没来啊？是啊。我呢，从我爸的酒柜里拿了2瓶好酒，他平时都舍不得喝，过年的时候才喝。我觉得老高肯定会喜欢的。你不怕你爸怪你吗？等过年的时候，我再给他买2瓶放回去不就好了？那能一样吗？就有什么不一样的呀？行了，你赶紧忙吧，我自己溜达溜达。你那天真拍我照片啊？太丑了，删了。这样也删了。这张太丑了。看我干嘛？我又不丑，你拍的丑，删了。这个，这样也删了。这。
成这张了。你不是让我删吗？直男。看什么看？忙你的去。老高怎么还没来啊？苏沫，苏沫，臭脸小哥。我有点喜欢你。喂，妈妈。知道了。现在太晚了，要不你回去吧，他应该不会来了。他不来，我当然要回去了。那不是我还住你这儿啊？开什么玩笑！我现在就走。差点忘了这儿。哎，现在已经很晚了，要不我送你回去吧。
当然你送我啦，我现在什么地位你不清楚啊？我对你有多重要你不知道啊？还愣干什么？走啊！磨磨唧唧，我在前面等你。我等你啊，快点！你快回去吧，叔叔阿姨都睡了。没有，他们去旅行了，我一个人。哦，那明天早上一起吃个早餐。嗯，好啊，吃早餐。晚安。晚安。可怜小哥还未起床，没事，我等他。喂，早安。快点儿！凶什么凶？我还没收拾呢，等我10分钟。骑什么自行车啊？哎，上我车啊！嗯。不着急，你慢慢做，我慢慢收拾。给。就这个啊？怎么了？牛奶呢？有啊。说着给我做饭，就给我喝这个，让我吃速食面包。
你干嘛？你脸上有个脏东西，哪儿啊？我帮你擦了吧。嗯。好了。谢谢啊。没事。哎呦，怎么回事啊？没有灵感了。哎，苏沫，帮我做个冰激凌。啊？你看，这首先我给你做过多少次冰淇淋了，对不对？这第二呢，这老高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来，我这空着腹，就怕那个酒啊喝不到位。哎呀！哎，你这打的是什么呀？得分开。哦。再打俩。好好打啊！鸡蛋蛋清得分均匀啦。哎，搅得搅了。搅匀点儿。好。那个淡奶油不够，再来点儿。哎，太多了，少点儿。又太少了，再来点儿。啊，行，差不多了。来，放糖，再来2勺。搅啊，边搅边放，均匀。哎，行了，够了，1勺也行。到底怎么弄？就这样挺好的。那个做完给我送过来啊。哇，哎，也不知道这老高什么时候过来。要不你出去看看？也行。什么让我出来看看？这是嫌我吵把我给支出来了吧？你别动。
哇！咋办呢？花生呢？他怎么反应这么快呢？还是我反应太慢了？不能啊！我可是学霸型的人物，聪明绝伦呢。我知道了，他这个人奇奇怪怪的，跟我们地球人不一样。好香啊！真是偷鸡不成倒蚀把米，倒霉催的我。啊，还忙工作呢。谢谢你借我的衣服啊。来，吃颗小葡萄。我跟你说呀，得多吃水果，对身体好，不能老吃冰淇淋，伤胃。以后我就晚上给你做冰淇淋，你白天呀空腹吃冰淇淋太凉了。来，吃一颗。对，这就对了。继续忙吧，我自己跟自己玩去了。喂，你在哪儿呢？哦，我去医院换药呢，怎么了？苏沫身上的工作室在哪儿？我一会儿要去找他。在新月山，我一会儿要找他，要不带着你一起啊？不用了，我给他打电话吧。那行，那挂了啊。非得贴这个吗？当然喽。好，都听你的。行，那我们一会儿看电影去吧。今天不行，我今天还有事儿，明天我来找你，好不好？那你不是说都听我的吗？乖，听话，走。喂。你在工作室吗？那我一会儿去找。喂。喂。谁啊？老高啊？你看你给我弄的。
对不起啊，但你这手机不防水的嘛。没关系，我给你处理一下。你在干嘛？帮你修手机啊，这个放个1天就可以了。1天？是太久了啊，不过没关系，我还有办法。你确定这样可以？当然可以，我可是生活小能手，哪跟你呀，生活小白痴。我还得找个衣架给你晾一下。哎，这样不就好了吗？还是我来修吧。你会修手机？我手里就没有坏掉过的机器。那你不早说。好像有人上山。应该是我姐。你姐？啊，打电话。水秀的，要不我爸来跟你一起住得了？怎么不欢迎啊？好啊，你来吧。逗你呢，我可没你那闲情逸致，公司一堆事等着我呢。我说你这装修风格挺少女的呀，不像你风格吗？哦，王彦义弄的。那我就明白了，她是挺少女的。阿姐，你手机怎么回事啊？也打不通。哦，进水了。啊，那我再给你买一个啊。嗯。我说，你不会是看了什么生活小百科，把手机插迷里了吧？我没这么无聊。行吧，给你买好了啊。嗯。进展怎么样了？高博来过了，应该没什么问题。那就好，不要有那么大的压力，慢慢来。这次的事啊，多亏了惠子的帮忙，如果没有她的话，我们还要多赔刘太好几倍的违约金呢。哎呦，你这什么都好，就是太热了。哎呦，你别吃那么多冰淇淋了，我担心你对它有依赖。我以后应该就不需要了。对了，那女孩还来给你做冰淇淋吗？来啊。这女孩看着挺可爱的，懂事又细心。虽然吧，看着有点傻乎乎的，但是从她解决事情的办法来看，还是个挺有想法的人。是吗？你呀，从小就不喜欢与人相处，特别是女孩。以前跟惠子在一起的时候，你可没少惹人家生气啊。
有吗？你当然觉得没有啦，人家喜欢你那么久，你也没反应，人家当然会生气了。所以啊，以后这种事情你还得主动点。哎，对了，你和那女孩什么关系啊？就是做冰淇淋的关系啊。只是这样，没别的了？有，什么？我在他对面，他在我对面的关系。我知道他住你对面。哎，算了，改天啊，我还是自己去问问他吧。你找他干什么呀？我去帮你问问他呀，问问他为什么愿意给你做冰淇淋。你现在就可以问了。啊？我逗你呢，我呀就是担心你不会跟女孩相处，怕你什么都不会，有什么事儿一定要跟人家女孩说清楚，不要让人家误会。嗯，知道了。你看看你呀，吃个冰淇淋都吃到身上，小心一点。我呀这次过来就是看看你最近怎么样，看来还不错，那我就先走了。我送送你。嗯。你这个人啊，怎么老是把天聊死，又不懂得照顾女生？你就应该多看看那些情感教学的书或者甜宠剧之类的，别老是闷在房间里面埋头工作，知道吗？这谁的衣服啊？看这尺寸，怎么像个女生的？得，看我刚刚啥也没说，走了。对啊。不行，我不给你洗。哎，你穿上，你别脱，你不给你洗。打扰了，你们继续。你继续什么呀？我是想帮他把衣服脱下来，给他洗洗。哦，我还以为你以为什么？我以为你要洗衣服呢。坐吧。你过来什么事儿啊？我来能干什么？找你呗。哎，我刚才碰到你姐了，她可跟我说你一个人住这儿。她没看到她吗？他躲起来了。躲？为什么要躲呀？我哪知道他为什么要躲呀？你俩偷偷摸摸多久了？谁偷偷摸摸的了？他是怕我姐误会。哦，那为什么不怕我误会呢？这我以后过来是不东西得带2份？是啊。不用。那我下次来是不是得提前打个电话呀？不用。你俩到底谁说了算？啊。哟，这床怎么都换成双人床了？我发现我这几天没来这儿变化挺大呀。哎，你刚才躲在床下还是床上啊？上边去。
哎，我说苏木啊，你最近这个变化有点大呀。你不是应该喜欢惠子那样温柔、知性、端庄，又有点小鸟依人的吗？是啊。他不就是那样的？你什么时候瞎了呀？你管我？你过来到底是干嘛的？我一是来看看你怎么样，二是想介绍个朋友给你认识。你知道我不喜欢交朋友。这人不一样，这是我哥们儿，就是上次帮我打刘泰那个。我想介绍你俩认识认识。我不去。哎，你放心，李迪这人不一样。你说谁？关你什么事儿啊？我是说你刚才说的名儿叫什么？李迪啊。啊，我跟他认识，我俩关系特别好。怎么谁都是你朋友啊？真的，他是不是还骑机车？骑机车就是你朋友啊？他是不是长得高高的、帅帅的，特别爱笑，然后还爱运动，还爱打棒球，对不对？那那有什么那呀？走吧。你不是不去吗？谁说我不去了？明白。哎，这风景真不错啊！你们每天住这挺开心吧？你刚刚锁门了吗？你不是走在最后吗？你锁了吗？我忘了。你是笨蛋吗？你才笨！姐说我可聪明了。幼稚。你幼稚，你最幼稚！你刚刚都把我换成小花猫啦！李迪，对的。真的是你啊！我还以为同名呢。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哎，啊，跟他们来的。就说嘛，骑摩托车还同名，还多管闲事，不是你还能有谁啊？你还认识毅哥？行了行了，我来介绍一下啊，这是苏木，我特别好的兄弟，也是我的同事。这是李迪，我一小兄弟，特仗义。这个，嗨，你俩认识？哎，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哎，不是冤家不聚头，不打不相识。啊，你们看来还挺有故事的哈。那你们是怎么认识的呀？啊，他俩同居。同居？什么呀？就是住在同一小区的邻居。那你之前怎么没跟我说过呀？邻居那么多，我哪能一个告诉你？你也没问过。啊，也是也是，他的好邻居就是我的好邻居。点菜呗，是不是？点菜。啊，对。我已经替你看好了。看看，我们点一个麻辣小龙虾、焦溜肥肠、剁椒鱼头，还有清炒西兰花，这些都是你爱吃的呢。哎，再点个手撕鸡，你必点菜。手撕鸡。嗯，好的。给你看个好东西。嗯。这个来着。天哪，你抢到啦！对啊，你最喜欢的克雷队球迷的见面会没票。哎，明天一起去。一言为定。你怎么不早告诉我呢？这不是想给你个惊喜吗？谁知道今天能看见你啊？你俩挺熟啊？那当然了。那行了，刘太你是没白打。啊？他呀，在我们公司举办宴会的时候欺负甜甜的来着，苏木就因为这事儿才结的梁子。欺负嘚的就是他呀，就是他。哎，你这手是打架打的，那你跟我说你摔的，以后那种人你少跟他见识。好点吗？没事儿，我就是实在看不下去，他们那么多人欺负一哥一个人。哎，对了，你们不是邻居吗？怎么会去他们公司的宴会呢？我们不。
怎么着？咱们整个第2场啊？算了吧，我和嘚嘚一会儿还要去打球呢。哎，对了，你上回不是说要和我一块儿打球吗？一起去呗。行啊，送去吗？不去。去吧，我们棒球队可厉害了，你还没看过我打球，我给你露两手。女孩打球有什么好看？哎，去吧，你不去那事儿我不帮你了。什么事儿啊？哎，不关你事儿，好不好嘛？好。那行，我叫辆车，咱们都喝酒了。不用那么近，骑自行车去就行了。行，走呗。还有多远啊10分钟吧。那咱们比个赛，看谁先到。那还用说吗？肯定是我呀。那可不一定，苏木特别爱骑自行车，办公室都骑呢。那正好咱比比呗。比什么比啊？幼不幼稚啊？好，比一比。哎，我就说我是第一吧。哎，你厉害。他俩呢？那能不吗？我是不是傻？